我明明是一个尊老爱幼的学生，可所有人却说我是个虐杀同类的疯子。我只能去看心理医生。医生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我知道，但你可以先把架在我脖子上的刀拿开吗？然而下一秒，我却把医生的头砍了下来。只因打我记事起就能看到所有人头顶上显示着安全提示的词条，要是出现红色危险，就会威胁自己的生命。从那时起，我不管是去上学还是睡觉，都会带着菜刀，警惕任何可能出现的危险。就在昨天，我去上学的路上，突然眼前一黑，醒来却身处阴暗的地下室中。毫无疑问，我被绑架了。我冷静地观察四周，一个地中海男人惊恐道：“咱们不会是遇上最近还没有被抓到的连环杀淫魔了吧？”除了说话的地中海外，还有一个害怕地站在角落里的女学生，一身运动装的青年，以及一个留着平头的男人坐在地上。我从书包里直接掏出一把菜刀，一时间，所有人的视线都惊讶地落到我手中的菜刀上。女学生忍不住震惊：“你为什么要随身带着一把菜刀？”地中海和运动青年也是惊疑不定，这是正常人会干的事，我却是极其自然道：“以备不时之需而已。”我抬起视线，眼前的一切都浮现着绿色的醒目提醒词条安全。我提着刀拉开铁门，向外走去，门没关，所有人，我丝毫不在意身后几人的想法。踏出门后，便谨慎的一点点扫过房间，房间里没人，放着简单的家具，水龙头滴答着自来水敲击槽壁，昏黄的灯光在顶上晃动。见此情景，运动青年大松一口气，还好没人，不然可就麻烦了。三人蹑手蹑脚的开始向外挪动。如果你们不想死，现在停下还来得及。几人一愣，回头发现说话的竟然是从头到尾和阴影快融为一体的平头男。运动青年三人都被平头男口中的死字吓了一跳。你什么意思？平头男的语气没有起伏。在你们进来之前，我已经见证了3批人的死亡。地中海匪夷所思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跟我们不是一起被抓进来的，而是已经被关了很久了？平头男先纠正了地中海话中的错误，你们并不是被抓进来的。平头男平缓的语调，却像是黑暗在吞噬在场的每一个人。平头男道出一直被他们忽略的恐怖事实，你们猜对了，他是一个杀人魔，但他是靠着自己的觉醒能力杀人于无形。之前死的所有人，也是在走出这道铁门后，遇到各种离奇的异常，但无论是逃离还是探查，他们都死了。只有这间地下室里没有发生过任何异常，我留在这里，活到了现在。没有人怀疑平头男口中的离奇事实，因为异常就发生在他们面前。地中海不断抿着干燥的嘴唇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我们可以先待在地下室里观察情况，然后再寻找其他办法，你们觉得呢？说罢，他们才惊愕地发现我不知何时已经走到沙发前。只见我举起手里的菜刀，径直对准沙发劈了下去。在运动青年4人眼中，我没有任何征兆，突然提着刀对准沙发就是一顿猛砍，表情狠厉，与杀人无异。砍着砍着，我甚至还神经质兴奋地笑起来，一直砍到沙发底部露出破洞。我终于长长呼出一口气，我露出一个和缓的笑容，危险已经解决了。此时的房间已经恢复到让我舒心的满眼绿色。他不在乎异常产生的原因是什么，所有危险都应该被扼杀在摇篮里。我冲4人颔首示意，我们继续走吧。说完也不管他们什么反应，踱步向走廊走去。运动青年3人站在原地，面面相觑。他说危险解决，就真的解决了，只是对着沙发胡乱砍了一通。想起在场唯一的经验老人，3人齐刷刷看向平头男。平头男没有说话，一直盯着我走进走廊。我打开了走廊上方的灯，抬手便推开下一道门走了出去。平头男错愕的喃喃：真的解决了。面对3人问询的眼神，平头男难得解释道：之前每次异常都不一样，但共同点都是找到异常原因，解决安全，便可以通过下一道房门，否则只有死路一条。3人对视一眼，达成一致，又喜又怕的连忙跟上我。平头男看着破烂不堪的沙发，若有所思，只是误打误撞吗？他重新抓挠起手臂，眼珠不断转动，手臂抽搐起来，被他不动声色的按住，犹豫片刻，到底还是跟了上去。我打开门后，是一片狭小的空间，一节节石阶梯顶上有一道木板门，每一个角落显示出来全是绿色的安全，我才放松踏入狭小的空间之中。然而当我脚一落地，镜前石梯的颜色竟然逐渐转变为危险的红色。我脚步一顿，皱眉推测，就像是某种机制，一进入便会触发危险，通过之后便进入下一道关卡。其他人走进来，所有东西尽收眼底，简单的似乎藏不下任何危险。运动青年倒是迫不及待地走上石梯，就要去推顶上的木板门，从这里上去应该就能到地面上的房子。我盯着运动青年的脚，看见他切切实实地踩到显示红色危险的石梯上，却没有遭遇意外。我正疑惑，但是下一秒变化没有出现在运动青年身上，而是在我的眼中，红色危险开始扩散了。运动青年已经摸到了木板门，尝试过后没有推开，应该是从外面上了锁。我用刀背拍了拍运动青年的腿，麻烦抬一下脚。运动青年被拍得汗毛炸立，脚已经本能地抬了起来。卧槽，你干什么？我没有理会他，已经垂下眼，仔细观察起石梯。我抬手拂掉石梯上的灰尘，露出了石梯真正的问题。真有东西！运动青年惊呼，一时间几人都凑了过来。石梯上刻着线条简单的画片，画片从上到下竟然还连成了一个小故事，这童谣也太邪乎了。地中海整张脸都皱了起来。第一幅画5个火柴小人似乎完成了某种仪式，召唤出来一个双目赤红、身躯肥硕的恶魔。最后一幅画，地面都是鲜血，只剩下一只小人瑟瑟发抖，上下一联系，想要表达的意思一目了然。意思是说，他们召唤出来恶魔，可以打开一道门，但是只有一个幸运儿可以离开。运动青年艰难地说道。每个人表情各异，但除了不知道在想什么的江烟，都不是太好看。运动青年嘴皮颤抖，咱们找找画片里有没有
没有其他线索吧？恶魔什么的还是别召唤了。地中海和女学生都觉得这是个明智之举。在4人分析的热烈的时候，我终于收回视线，开口道：“我们必须按照画片上的内容进行仪式。”4个人惊愕地看向我，你们的想法我明白。我语气真诚，举起手里的菜刀，但我也不介意强行让你们配合我完成仪式。运动青年3人对上我冷静的视线，本能地瑟缩一下。你们的想法如何？红色危险的严肃度又开始让我不安了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。地中海和女学生汗流浃背，连忙点头说可以。平头男看看我手中的刀，又看看我神色莫测，沉吟片刻，也应了下来。召唤仪式开始了，5人围成一圈，手拉手，闭上眼睛，硬着头皮念完了一整首童谣。咔嗒，话音落地的同时，一道清脆的响声自头顶传来，几人被吓得发抖，又不敢睁眼去看。地中海才颤抖着声音小心翼翼问：“是恶魔出来了？”没有人回答。下一秒，我冷静的声音传出：“门开了。”刚才还装作看不见听不见的3人立马睁开眼，惊喜的发现先前还紧闭的木门，此时已经打开了一道缝隙。环顾四周，并没有看见什么恶魔。在仪式结束以后，石阶的红色危险确实消失了，只是我能清楚的看见木门上方此时却浮现出醒目的红色危险。我浑身戒备，突然开口，吸引了还在喜悦中的众人的注意。恶魔就在门外。一句简单的话，叫4人霎时间变了脸色，就连平头男都忍不住问道：“什么叫恶魔在门外？”我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平头男：“你说凶手是个觉醒者，那你觉得他的觉醒能力是什么？”平头男一愣，似乎没想到我会有此疑问，但还是认真回答道：“我对他的能力是有些猜测。”平头男抓住自己的手臂，手指却还是控制不住的抽搐。他的能力应该和空间有关，从我们进入这里的方式就可以看出，还有这一个个房间，很可能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个空间。我听到这里摇了摇头。那你有想过，在你口中每次都不同的异常是怎么回事吗？平头男一愣，这也是平头男一直没有想明白的问题。然而还不等我说话，咚咚咚，顶上突然传来了3声规律的敲击木门的声音，低沉嗓哑的男声在门的另一边响起：“有人在下面吗？”运动青年3人甚至屏住了呼吸，生怕被上头的人听见。下头极为安静，只有上头不变的询问：“下面有人吗？”诡异的是，他只是不停的询问，似乎也没有打开木门看一眼的准备。地中海掏出手机，在上头打字：“别回答，千万别回答，也不要发出任何动静。”运动青年惊恐的点头，还抬手捂住了嘴。下面有人吗？在上头又一次问过以后，我握紧了刀，对着上方淡声开口：“上面有人吗？”旁边4人瞬间惊恐扭头看向我，什么意思？说好的不出声，你怎么还突然跟人反问上了？这次上面的人反而沉默了。我确定在自己出声的一瞬间，蔓延的红色危险停止了，只是停留在门边那说话的人位置。这次我谨慎挪动脚步，沿着石梯缓步向上，我的手按在了门上，转而看向下方的4人，指指自己，又指了指他们。运动青年3人一愣，茫然地看着我，倒是平头男先一步反应过来，冲着上头开了口：“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”上头的人顿了一下：“你是谁？一开始跟我说话的人去哪儿了？”底下4人都惊了一下，平头男正在犹豫该怎么回答，而我却是瞬间沉了脸色。不对，上头的人声音近了些，一开始跟我说话的人呢？就是现在。我把贴在木门上的手猛地发力，木门直接向右边推开，一个硕大肥腻的脑袋出现在了木门上方。对方没有料到门会突然打开，错愕的张大嘴。我没有给他任何反应时间，早已蓄势待发的菜刀发狠地挥了上去。咔，是骨头断裂的声音，随着惨叫响起，我拔刀。上头的人因为将头贴近木门，剧痛加上重心失衡，直接从上头栽了下来。砰！一声沉重的巨响砸在石梯上，咕噜咕噜滚落，最后砸在墙上才终于停住。底下4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得呆愣原地。平头男眼睛逐渐瞪大，难以置信。此时他们也看清了栽下来那人的模样，隔着一段距离都能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油腻酸臭味。最诡异的是，他的眼睛竟然是一双赤瞳。地中海指着他大叫：“恶魔！真的是恶魔！画片上画的恶魔就是长这样！”一句话让运动青年和女学生立马惊恐的避退3尺。我居高临下俯视肥腻的恶魔，竟是一步步走了下去。旁边4人都瞪大了眼睛。我蹲下身，在肥腻恶魔惊骇的视线中提起刀，又是一刀，直接砍在了他另一边完好的肩膀上。不过转眼之间，肥腻恶魔两边肩膀彻底废了。肥腻恶魔身后就是墙壁，退无可退。此时的情景仿佛身份对调，从肥腻恶魔滚下来开始，在我眼中他身上的红色危险便消失了。我抬起视线对上肥腻男人赤红的瞳孔，冷静开口：“你就是造成这一切的那个觉醒者吧？”看见肥腻男人脸上的惊讶，我便已经知道了答案。下一秒，我手中的菜刀就搭在了肥腻男人的脖子上。肥腻男人开始哆嗦：“不，你不能杀我！”看我面无表情，肥腻男人开始拼命抛筹码：“如果你杀了我，你们根本没有办法离开这里，只能永远困死在地下室。”我没有第一时间说话，扭头看了平头男一眼。平头男十分自觉，立马说道：“如果我们所处的地方都是他用觉醒能力创造，只要杀了他，空间也就随之消失了。”肥腻男人在说谎，地中海也是点头。互补刀害的只会是自己。肥腻男人感觉到菜刀往自己的肥肉里越陷越深，我突然对着他笑了一下：“我不会杀你。”肥腻男人一愣：“什么？”其他人也是诧异。我觉得肥腻男人的反应很有意思，听见我不杀你，你很失望。肥腻男人惊疑不定地看着我：“其实你没有撒谎，我要是杀了你，我们恐怕都会死在这里。”平头男4人听得一头雾水。平头男，还记得你说他的觉醒能力很可能与空间有关吗？平头男一愣：“你叫我什么？这不重要，我不了解什么觉醒者，但我觉得这里更像是充满了无数规则限制。”地中海惊愕地张大嘴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不像恐怖片里那样去作死，反而是在违反规则，最后也逃不过一个死字，这规则也太无赖了吧。
平头男瞳孔巨震，一瞬间想明白了许多事情。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然而我的话并没有到此结束，当然还有一条恐怖片必不可少的规则。我压下身体，对上肥腻男人不断收缩的赤瞳，打倒反派以后，不到最后一刻不能补刀。肥腻男人牙都要咬碎了，心里又惊又惧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站起身，一脚踹在肥腻男人的脸上，叹了口气，我只是一个被你耽误了高3开学的高中生啊！我一脚踩在肥腻男人的头上，对还在开心的几人道：你们去地下室里把刑具都拿过来。4人回头看向我，现在不能杀他，但也不能放任他不管。真不愧是你啊！地下不断传来惨叫声。平头男4人看完全程，还是那般的波澜不惊。要不是罪魁祸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，我都怀疑他才是那个杀人狂魔。4人心有余悸的点头。之后，周围的汽笛声、人声，一切的烟火气都重新回来了。紧接着，运动青年3人兜里的手机开始响起，工作的、上学的、家人的，一时间所有信息都涌了进来。平头男长舒一口气，结束了。3人激动地往外走，我没再管跟死猪一样的肥腻男人，转身往来时的方向去。平头男并未着急离开，看见我的动作，疑惑地问道：“你要去做什么？”我倒是没有隐瞒，去洗我的刀。平头男点点头，是得洗。我像是想到什么，突然反问平头男：“其实你也是个觉醒者吧？”平头男的手僵了一瞬：“是的，我也是一名觉醒者。”我若有所思：“觉醒者不需要吃饭吗？你是怎么活过这么多天的？”平头男怔住，声音有些低：“我的觉醒能力可以帮助我汲取需要的营养。”又是觉醒能力，我不屑没有再问。我走进上一个房间里洗菜刀，平头男目送我走远，才打开手机发了一条消息：在我离开没多久以后，这处城中村里的自建2层楼房被稽查封锁，3个人没有穿制服的人走下来，进入了现场。只见坐在客厅里的平头男，看见3人，平头男不可抑制地露出激动的笑容，站起身：“队长，你们终于来了。”被称为队长的为首男人同样露出一个激动的笑容：“乐一，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，我们都担心死你了。”原市第3中学，我慢悠悠走到教室的时候就被班主任逮住了。说吧，今天迟到的理由又是什么？我实话实说，我被人绑架了，就是最近市里新闻经常出现的杀人魔。班主任抬手：“好，你现在的迟到理由是越来越离谱了。”班主任老肖到底还是没信，罚我今天留下打扫卫生，才放我进教室。我打开书包后，却发现书包里多了一个笔记本，笔记本是绿色安全。我思考一瞬，拿出笔记本，翻开以后，第一句话便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拿到这本笔记以后，我觉醒了。觉醒者吗？这很可能是肥腻男人的笔记本，现在又出现在我的书包里，这笔记本有点不对劲。我知道觉醒者的存在，并且知道他们都是疯子，没想到有一天我也疯了。就像是现在，我看见手边的金属烟灰缸，却觉得它美味无比。我只能时刻警醒自己，并且不断进食，才能勉强压制住我的精神问题。我不后悔，这是成为觉醒者必须付出的代价。我越看越奇怪，但笔记中的内容不能完全当真。肥腻男人还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能力，和他推测的一样，是制定规则。第1页写的密密麻麻，翻到第2页时，字数却骤然减少。然而字数越短，事情越大。这天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母亲死在了卧室，不是自然死亡。我仔细数过，她身上中了25刀。我要崩溃了，眼睛似乎都要哭下了。但我不能报警，对方似乎是冲着我来的，很可能也是觉醒者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暴露的，但我决定报仇。第2页到这里便结束了。我很快翻到下一页，没想到连续翻了许多页都是空白，直到10页过后才重新出现文字，好像是我杀了母亲。我以为控制住了我的精神状况，没想到还是出问题了。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层次提升导致的。我许久未照镜子了，这天我才发现我的眼睛竟然变成了红色。我从未如此后悔过。我想摆脱我的觉醒能力，变回一个普通人。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笔记变得潦草，记录内容也开始变得混乱。我还想继续往后翻阅，只是手刚放到纸页上，突然感觉后一凉。我默默收起笔记，看来后面的内容只能放学后再研究了。放学以后，我第一时间起身往外走，经过其他同学时，听见他们讨论最近的失踪案。那个杀人魔终于被抓了，但是真的好吓人啊！之前失踪的那些人全死了，新闻上说连全尸都没有。我听见他们口中的新闻时，满脸疑惑。有人会报警，这是必然的，但是为什么稽查没有来找我这个幸存者之一录口供呢？用完晚饭后，我回卧室看书，继续阅读之后的内容。我终于接触到其他觉醒者了。原来以前有觉醒者意外被关进精神病院后，在服用了大量药物，经过数次电击治疗后，他的能力消失了也彻底。我没有这样的勇气，母亲，对不起。第16页，杀人了，奇妙的体验。我应该更喜欢看他们被折磨而死。看来他犯罪的心理路程都在这里了。但是从笔记中的内容来看，这种改变是在觉醒以后才发生的，有点邪门啊。肥腻男人竟然还接触过其他人，这笔记本算是重要的证据吧？之后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空白页。这东西诡异的出现在我书包里，怎么也不像普通物品。肥腻男人并没有死，现在应该被官方接手了。我把笔记本放进抽屉里，如果有人来找，就把东西交出去；没人要的话，就烧掉吧。晚上12点，我准时枕着菜刀入眠。深夜，在我房间正对的另一栋老式居民楼里，戴着鸭舌帽的青年汇报道：无法观测到内里情况。他把窗帘拉上，一名长发披肩的女人对于青年的话并未在意。此时3号推门走了进来，姐姐，都看过了。3号声音软糯，竟然是一个小女孩。其他3名幸存者身边都没有找到异常物品的痕迹，还有1名幸存者是部门里的人，我实在没找到办法接近。女人脸上温柔地摸摸3号的头，做得很棒，不过只剩最后一个人了。
按照计划都查看一遍吧。3号乖巧点头，随后闭上眼，眼皮底下是不断乱转的眼珠。女人清楚，这是3号在使用觉醒能力。随着时间流逝，3号开始说话。我进入楼里了。突然，3号眼皮底下的眼珠转动加快。等等，有点奇怪。女人惊讶，紧接着精神一振：你被屏蔽了，还是看见了什么？3号的小脸上逐渐布满冷汗，眉头紧皱。我看见人，好多人。在3号说完以后，突然身体胡乱抽搐。3号缓过劲来，才一边回忆一边说道：里面实在是太黑了，我还没有上到2楼，然后我就感觉到有很多人在看我。女人意外，有人在看你？你确定？楼里有觉醒者，但他们有仔细调查过，住在里面的幸存者是个普通高中生，楼里的其他人也是普通的退休老人。然而3号无比肯定，我确定。女人也是听得诧异，越是如此，女人越是怀疑，那东西很可能就在楼里。女人交代青年，你先留在这里继续盯着对面，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，我带3号回家里。老旧的居民楼蛰伏在夜里，像是一只沉睡的怪物。清晨我又睡过头了，到达学校，大门已经关闭，我淡定的转身便要去旁边的围墙，正准备往上爬，旁边有人出声叫我，同学，是个女生。我转头，没想到却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，是你。我有些意外的挑眉，此时女学生眼里全是惶恐不安，我一直在等你，没想到真的等到了。女学生上前一步，我叫李洋洋。我只是看着她皱眉问道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李洋洋压低声音问道，你从那地方出来以后，有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？就是类似后遗症那种。我找不到另外3个人，只能试着来找你。我重复了一遍李洋洋口中的词，后遗症。李洋洋连连点头。我开始吃不下东西，吃什么都会吐出来，但是看见其他东西，像是我的手机、电脑、书桌，我又会感觉它们才是真正美味的食物。李洋洋看着我的眼睛，你有这样的感觉吗？此时的李洋洋神经质的眼神，紧张的期待着我会点头说是。我明智的开口，确实有这样的感觉。李洋洋大大松了一口气，不安转变为喜悦。还好，原来我们都有同样的症状。我倒是觉得有些奇怪，这些症状是在肥腻男人成为觉醒者后出现的。难道李洋洋成为了觉醒者？另外3人呢？是和我一样没有出现任何变化，又或者我的变化只是暂时潜伏着？危机感让我开始不安起来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前桌杨志的声音：林凡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林凡转过头看见准备翻墙的杨志，我有点事。杨志立马露出一脸我懂的笑容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也搞快点，别被老班抓到。我回过头却发现这段时间内李洋洋便出现了异样，此时绿色的安全正在逐渐转变为红色危险。突然李洋洋露出一张扭曲的脸，口水牵连滴落。我闻到你们身上的味道，也觉得十分美味啊。在提示完成转变的同时，我抽出了刀，没有任何犹豫，一刀砍在了李洋洋的颈部，鲜血飙射染红了我半张脸。刚刚爬上墙头的杨志看到这一场面，发出短促的尖叫声，怪物！他的头斜吊着，但面部狰狞的女孩却还在笑，身体里长出数根触手，生长缠绕。李洋洋没有成为觉醒者，而是变成了怪物。我沉声喊了一句报警。杨志缓过劲儿后掏出手机报警，他脑子里乱成一团。我只是想咬一口就一口。李洋洋对着我张大嘴，我的下一刀径直砍在了李洋洋的头上，那道口子里钻出一条条细小的触手，像是缝合的伤口。我神色凝重，错了，脑袋不是弱点，我只能不断后退。所有接近的触手均被我斩断，但脚边掉落的触手反而蠕动向我，黑压压的阴影投下，将我笼罩其中，不能再退了。我狠了神色，脑中飞速思考，手、脚、脖子、脑袋、肚子，每一次我落刀的位置都不同，但触手源源不断，所有伤口都被修复。它的致命点到底在哪里？我的视线落到李洋洋胸口处，我再次举刀，李洋洋张开的触手呈环抱状，抓住我缠绕，触手一接触到我，便如见血血质扎入皮肤，不断吸食血液，疼痛让我的神智更加清明。然后我听见了吃掉它，一语一句句深入脑海，占据精神。要是我能吃了它，我现在已经做了，但现在要被吃的人是我啊！模糊的一语顿住，不再响起。我疯狂砍向缠绕在脖子上的触手，我另一只手用尽全力把触手往外拽，触手在我手里紧缩到不正常的体积，这不正常。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但这次不正常的是自己，绷紧所有力量，我猛地将李洋洋拽向自己，整个庞然大物竟然在我的力量之下不受控制的飞来。我手中早已蓄势待发的菜刀砍在额头上，但是这一次菜刀直接砍开了坚硬的头骨，我的力量出现了异常，变异、觉醒还是后遗症，但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李洋洋发出凄厉的惨叫声，上半头部被劈成了2半，所有触手松开我踩住李洋洋的身体。李洋洋楚楚可怜的祈求，求求你别杀我，我也不想这样，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。我的视线落在胸口处，看来只能把他的心脏挖出来试试了。我提刀就要落在李洋洋的胸口处，就在这时还不待菜刀落下，李洋洋突然发了疯一般的身体抽搐，持续了不过几秒，彻底失去了动静。李洋洋的危险提示在一瞬间转变为绿色的安全。我还没有动刀，李洋洋是怎么死的？不远处警笛声传来，封锁现场，运走尸体。我躺在救护车上，医生正在给我做基础的检查。我看看对面穿警服的一男一女，开口道：“你们不是稽查吧？”一男一女对视一眼，有些惊讶。男人还好奇的开口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因为你们没有把我的刀收走。”男人一愣，懊恼的一巴掌拍在脑门上。我没有询问他们的身份，在叫杨志报警的时候，我便猜到来的不会是普通稽查。如果我没办法解决李洋洋，也有人有能力解决。既然被戳穿，男人也不装了，直接问医生：“怎么样？他的身上有什么异常吗？”从表面上看没有异常。到了医院，我停住脚步，我想先去一下卫生间。医生上下打量我2眼，点点头。
去吧，直走右转。男人主动跟上了我，看着我背着书包走远，医生没忍住问了两人一句：他真的只是个普通人？遇到这种事，他表现的是不是太淡定？女人不知想到什么，表情变得古怪。男人守在厕所门外，我走进厕所隔间以后，打开书包，在菜刀和几本练习册的中间，是一颗已经失去活性的心脏。我明明是一个尊老爱幼的学生，可所有人却说我是个虐杀同类的疯子，我只能去看心理医生。医生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我知道，但你可以先把架在我脖子上的刀拿开吗？然而下一秒，我却把医生的头砍了下来。我打开书包，在菜刀和几本练习册的中间，是一颗已经失去活性的心脏。这是李样样的心脏，李样样的死亡原因找到了，只是为什么和笔记本一样，莫名其妙出现在我的书包里。我开始迅速回想所有细节，唯一有联系的是我说的那句，看来只能把他的心脏挖出来试试了。时间节点也刚好对上，这算什么？言出法随。那我的力量突然增强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叹了口气，拿出开始分切手里的心脏，丢进马桶里。事关己身，有异常的事情还是暂时成为秘密比较好。那本笔记本的存在，我也该重新思考该如何处理了。医生拿到我的报告，没有内出血，只是外伤，处理好就可以走了。等到医生离开，从门外进来的却不是先前两人。林凡同学是吧？男人走进来，笑容洋溢地对我伸出手。终于见到你了，你好，我姓林，叫我林队就好。我礼貌回握，同时看向稍落后林队一步男人，平头男陈德一，神色尴尬一瞬，又见面了，我是陈德一。陈德一为我介绍道，这位是我们的队长，我们专门负责管理此类事件，他有一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。我若有所思，原来你是官方的人，你在里面待了1个星期，他们没有来解救你吗？陈德一的表情更尴尬，难道他能说队长已经在准备迎接新队员了？还是林队笑盈盈的接过话题，因为戴乐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屏蔽了一切异常波动，所以我们才会寻找许久，也多亏了你，不然这案子不容易破，我的这位队员生命也会有危险。不待我说什么，林队然后极其自然的转移话题，这些事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聊，现在我更想了解一下你遇到的危险情况。李样样为什么会突然找到你？林队翘起二郎腿，品尝了一口茶水。当然，有件事我觉得有必要提前告诉你一声，除了你和德一以及今天的李样样之外，地下室事件的另外2名幸存者都于今早确认死亡。我脸上的诧异没有掩饰，都死了。昨天晚上我们找到向全的时候，他的妻儿都已经死在了家中，是被他咬死的。向全异变的直接爆体而亡。等我们找到另外一个幸存者于鹦鹉时，他已经变成了一团血肉胚胎式的怪物，占据了整个房间，他的家人都被包裹其中，被完全消化了，也是同样有污染痕迹。我好好消化了一下陈德一所说的信息，李样样也异变了，虽然异变不同，但都和地下室脱不了关系。我把和李样样的整个过程都详细描述了一遍，只是笔记本的存在以及脑中的模糊呓语，还有出现在我书包里的心脏，我都省略过了。陈德一用笔记本记录着。林队开口关心的第一个重点是，你是说你的力量突然变强了？是的，我对此无比肯定。一开始我的力量还不足以砍开他的头骨，力量是突然增强的。林队指了指我面前的桌子，你现在试试能不能掰弯这张桌子。我抓住桌子左右两边，在我用力的一瞬间，木质的小桌板从中间弯曲向内折叠。林队微微颔首，看来你确实是觉醒了，力量系的途径啊，不错不错。林队对眼下的情况有了大概分析，看来戴勒赫确实偷藏了一个污染源，幸存者遭受污染后出现异变，觉醒者受到的影响较小，可以消化掉微弱的污染。你意外觉醒了能力，所以也避免了异变的发生。我谨慎地问道，污染源是什么？污染源的来历有许多，异变、物体异变、生物异变是最常见的一种途径。普通人被污染一定会异变，觉醒者倒是有一定的免疫能力，但是当污染太重也是会异变。我心底一沉，按理来说我接触污染源在前，觉醒在后，我早已被污染，却没有异变。你们找到污染源了吗？我问道。说起这个，林队忧愁地叹了口气，我们怀疑地下室里的污染源是导致戴勒和精神异变的原因。我回忆起了笔记中的内容，前后记录笔触的反差，看来正是林队口中的精神异变导致的。我觉得奇怪，你不是说污染源的污染不强，影响不到觉醒者吗？那为什么戴勒赫还会精神异变？林队笑着点点头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也是我们追查的问题。可惜现在戴勒赫死了，我们很难再找到污染源，只能封锁地下室。戴勒赫死了，林队直视我的眼睛，他刚被我们带回局里就把自己摔死了。我沉默了。戴勒赫死的诡异，笔记本很可能就是林队他们正在寻找的污染源。我应该是和戴勒赫一样，在拿到笔记本以后没有被污染，而是觉醒了能力，所以我也会精神异变吗？林队拍了拍陈德一的肩膀，剩下的事情你和林同学谈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陈德一应下，等到林队离开关上门，陈德一道，因为我们现在部门的人力实在不够，所以看见你觉醒了，还是个力量提升的武者途径，战斗力高，就想着把你招收进部门里，你回去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我抓住了关键词，武者途径。陈德一道，所有觉醒能力都有相对应的途径，武者途径的资料我们倒是了解得很齐全，我可以把武者途径后续的几个层次资料发给你，但毕竟你不是部门里的人，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也已经足够了，虽然我的能力似乎只是表面武者。谢过陈德一，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。陈德一轻咳一声，说起正事，我还会给你开一个证明，让你可以跟学校请假，请假多久你自己定，毕竟刚刚觉醒以后都需要一段适应时间。适应什么？陈德一道，有些异变会表现在身体上，还有精神问题，我当时就适应了很长时间，反正证明给你开了，请不请假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的精神问题不会就是一直挠手吧？陈德一扯了扯嘴角，算是吧。我的觉醒能力属于异者途径，我异化的部分也正是左手臂，又多了解了一条途径。我把有用的信息都在脑中着重记了一遍。陈德一故作轻松的笑笑，我甚至还曾经想过，如果能换一种能力
能力就好了。可惜觉醒能力已经是稀有，每个人能觉醒的能力自然也只有一种途径。只有一种吗？力量提升是武者途径，那我的心想事成又是什么能力？解剖室内，陈德义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尸体，问道：“查出什么问题来了吗？”张医生摇摇头，没有发现其他异常，但是这支笔是从怪物的胸口里剖出来的，而且怪物的心脏不见了。